第1122章曹家妖女。10团色泽不一的火焰化为狰狞火兽，徐徐的升空，五颜六色的火芒照耀着下方众人的呆滞的脸庞，显得格外的滑稽。10种火焰再加上最先的青莲地心火，那便是足足11种火焰。萧炎居然能够以一己之力控制足足11种火焰。望着这相当震撼的一幕，院落一片的寂然。片刻后，方才有着一道道倒吸冷气的声音缓缓响起。操控火焰，每多一种，便是对灵魂力量有着相当之大的苛刻要求。以曹丹的能力，上海顶多只能操控4种火焰，而这便已足以让他在曹家内达到难觅对手的地步。但如今萧炎却是让他明白，什么才叫做天外有天，人外有人。11种火焰，即便是曹丹拼尽所有灵魂力量，怕也是无法完全的掌控，更何况将它们凝聚成兽形，与人拼斗。熊熊火焰在半空中升腾，弥漫而下的高温令得曹丹嘴中一片的干涩，那张本就有些苍白的脸庞，此刻更是浓郁了几分。萧炎这一手对于他的打击可不为不大。怎么可能？嘴中低低的喃喃着，曹丹眼中满是难以置信。萧炎的年龄看上去比他都是要年轻许多，怎么可能控制11种火焰？这种地步，即便是家族内他那个被奉为妖女级别的妹妹都是做不到啊！不可能！喃喃声落下，曹丹眼睛变得通红了许多，就犹如一个赌徒将所有家底都是输光了一般。一声怒吼，心神一动，天空上的4头火兽便是带起低沉咆哮声，对着萧炎的那一群五颜六色的火兽暴掠而去。淡淡的望着那拼死一搏的曹丹，萧炎嘴角也是泛起一抹冷笑，袖袍随意一挥，天空上的11头火兽也是犹如下山的猛虎般，与曹丹的4头火兽狠狠地碰撞在一起，然后疯狂地撕咬在一起，一簇簇的火焰不断地飘散而下。面对着萧炎那恐怖的火兽数量，曹丹的那4头火兽也是陷入了寡不敌众的劣势之中，并未坚持多久，身体上的火焰便是逐渐的被撕裂，然后在院落中一道道目光的注视下，一头接一头的缓缓消散。当曹丹的最后一头火兽消散时，萧炎的11头火兽却还有9头存活。在最后一头火兽消散时，曹丹的身体也是一震，旋即脚步仓皇地退后了2步，喉咙间传出一道闷哼声。那些火兽中有着他的灵魂力量残余，因为火兽的消散也是会对其灵魂力量造成一些损伤。退后的曹丹也是连忙被其身后的2名老者扶住，他眼睛死死地盯着天空上的那9头火兽，脸色一阵青一阵白。他可未曾料到，他自以为最为拿手的赌约居然会在萧炎手中败得这般惨不忍睹。萧炎瞥了他一眼，嘴巴微张，那火狼化为一缕青色火焰掠下，然后钻进萧炎嘴中。至于其他的8头火兽，则是在一颤间逐渐的化为虚无。这种并未经过炼化出火种的兽火，仅仅只能使用一次，一次之后若是没有补充的话，则是将会因为其中能量的耗尽而消散。曹丹少爷，请吧。收回青莲地心火，萧炎的脸色比起曹丹来却是好了太多。他修炼了弄焰诀，操控火焰更是得心应手，更何况他的灵魂力量之强，可远非这曹丹能够相提并论的。闻言，曹丹脸色更是难看了许多，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输给萧炎，而且还是在他最拿手的玩火之上输给对方，这无疑是狠狠地给他一巴掌。好，难怪夜众会将希望放在你身上，果然是有2把刷子，我倒是小看了你。曹丹深吸了几口气，将心中升起的恼羞成怒压制而下，阴声道。萧炎淡淡一笑，这曹丹虽说也是7品炼药师，但以萧炎的眼光来看，顶多也就处于7品低级的层次而已，算不得什么大敌，即便日后在丹会上遇见也并不麻烦。今日我输了，放心，我说过的话自然会算数，短时间内我曹家不会再来找麻烦。说到此处，曹丹阴狠的目光突然转向叶仲等人，森冷的道，不过你叶家想要重回长老席也是痴人说梦，这种事我曹家也不会乐意见到。还有1月不到的时间便到了考核之期，我倒是要看看你叶家此次能否靠着他挤进考核前3。叶仲脸色微变，冷声道，这种事不用你来为我叶家操心。曹丹冷冷一笑，旋即目光盯着萧炎道，萧炎，你的确很强，但我相信你迟早有一天会为得罪曹家而后悔。说完了，
完了的话，那便请吧。萧炎十指交叉，并未多看曹丹一眼，淡淡的道。对于萧炎这副不咸不淡的态度，曹丹是满肚子的怒火。若非萧炎身后有着2名斗尊强者坐镇，恐怕他还真是会忍不住让一旁的苦衣尊者出手，将这讨人厌的家伙给狠狠教训一顿。你是炼药师，想必也会来参加丹会，到时候我曹家自会有人来收拾你。走。目光森然地盯着萧炎，片刻后，曹丹在落下一句狠话后，终于是猛地转身，一挥手，带着满肚子的火气，极为不甘行出院落。其后一干曹家强者面面相觑了一眼，皆是一声暗叹，连忙跟上。见到曹家众人灰溜溜地离开，叶家族人也是大松了一口气，继而欢呼出声，望向萧炎的目光中敬畏越发的浓郁。萧炎大哥，谢谢你了。新兰也是在心中松了一口气，美眸望着萧炎，有些欣喜的道。萧炎摆了摆手道，既然答应了你，至少在我承诺未完成前，我会护着叶家。萧炎先生，你对叶家的大恩，叶家所有族人没齿难忘，日后若是有任何需要叶家的地方，请尽管开口，即便有些事办不了，但我叶家定然也会倾力而为。叶仲郑重地对着萧炎躬身抱拳，异常认真的道。叶仲长老可别行这般重礼，我可当不起。萧炎微微侧身笑了笑道。见状，叶仲也是一笑，旋即目光望着曹丹等人消失的地方，眼中却是略微有些忧虑之色，叹道，从这曹丹先前的话语中，我想恐怕曹家那个妖女应该是回来了。妖女？闻言，萧炎眉头一抬，有些疑惑。见到萧炎那疑惑的模样，叶仲苦笑了一声道，萧炎先生觉得曹丹如何？人虽不怎么样，但控火倒的确有着一手，而且能在这般年龄达到7品炼药师的等级，天赋也的确堪称奇才2字。萧炎沉吟道，这曹丹虽傲，可本事也的确不弱，但这曹丹在曹家那妖女面前却是根本提不起半点的嚣张气焰。叶仲轻声道，话语中分外的苦涩，若是他叶家能够出这等人物，还何愁不强啊？这种妖女简直就是那种能够凭借一个人便是支撑起一个家族的恐怖角色。哦，萧炎眼中也是掠过一抹诧异，这曹家居然还有这等人物。那妖女本名曹颖，她的一生几乎是充满着传奇般的色彩，当她出生之时，便是展现出了令人震撼的灵魂力量，她的母亲差点便是被那股蔓延的灵魂力量当场震死，而在其7岁时便正式成为一名炼药师，15岁时被丹塔看中，破格成为丹塔核心弟子，在丹塔必修5年，20岁时成为了曹家最为年轻的7品炼药师，而现在他已刚好22岁。叶仲轻轻的声音盘旋在院落内，令得所有的叶家族人皆是羞愧的低下了头。与这曹颖比起来，他们简直就是混吃等死的货色呀！当然，不仅是他们，就是连萧炎本人，脸庞上也是浮现了一抹凝重之色。这中州果然是藏龙卧虎，如果说他有如今的成就，是天赋与努力结合的话，那这曹颖恐怕就真正的是受上天眷顾的小妖女了。20岁便是抵达了7品，这2年他应该不会毫无寸进。我猜测，说不定如今的他说到此处，即便是叶仲都是顿了顿，旋即一脸苦涩。现在的他应该至少也是在7品顶峰的层次。整个院落一片寂静，22岁的7品顶峰炼药师，这等成就，即便是放眼1000年内的炼丹史，恐怕都是能够名列前10了。这一次的丹会，这曹颖定然会参加，因为按照惯例，想要一步步的成为丹塔的巨头，前提便是必须取过一次丹会的冠军。叶仲叹息道，这个曹颖野心不小，所以这次的丹会他肯定不会放弃的。叶仲目光转向一脸凝重的萧炎，缓缓的道，而此女也将会你在丹会之上的一大劲敌。